如果用一个字总结现代人的生活，我猜80%的人都会选一个字：累。而且我观察，现代人的累好像和上一辈嘴里的累不一样。比如，如果刚忙完家务或者出差、特种兵式旅游，其实累呢是正常的，毕竟咱都不是铁打的。但现代人的累和你干了啥好像没太大的关系，就是怎么休息都休不过来，上了班脑子转不动，下了班啥也不想干，就连减重都已经是少吃多动了，可是秤上的数字就是下不来。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惑，大概率是你的肾上腺需要格外的注意，因为这种累啊有个名字叫肾上腺疲劳，而且它一般都和皮质醇有关。那这期视频你就更不能错过，我们会给你解释一下肾上腺疲劳是什么，它怎么影响你的状态，以及如何调节你的皮质醇水平，让你恢复元气。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我是课代表 Tim，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网址是 lifepluscanada.com。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肾上腺位于肾脏顶部，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产生应激的激素，而且这些激素主要用于应激反应，比如皮质醇、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一种叫 DHEA 的雄激素等等。那什么是应激激素呢？就是帮助你应对意外或者突发状况的激素。我们以皮质醇为例来解释一下好了。那皮质醇有一个外号叫压力荷尔蒙，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危险或者压力的时候，比如你在郊外遇到了一只熊啊，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它可以提高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这样可以方便更快速的产生能量，以便战斗或者逃跑。当然，我希望这个场景你永远也遇不上。很多人可能用过缓解特定部位疼痛的药物可的松，其实这个的成分就是皮质醇了。同样的，肾上腺素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它可以扩张心脏以及四肢的血管，与此同时呢，收缩皮肤的血管。你可以理解成把身体的血液集中到让你跑得更快或者出拳更凶猛的地方，更好的战斗或者逃跑。它还有一个医用场景，就是心跳停止的时候会注射肾上腺素。再提一下 DHEA 雄激素，它类似于睾酮，并且可以转化为睾酮。那肾上腺正常的时候，就像一个运转正常的工厂，会按时按需分泌这些激素，而且皮质醇啊、肾上腺素、DHEA 等等也是比例均衡的。身体需要哪种激素，就会保质保量的生产出来。一旦肾上腺出现问题，激素的分泌就会出现紊乱，有点类似于某个激素的订单大幅增加，厂子就要中断其他激素的生产，来全力生产这个激素。那久而久之呢，会引发虚弱、嗜睡、疲劳、反复感染、头晕、头痛、记忆力问题、暴食、血糖紊乱，以及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肾上腺疲劳。肾上腺疲劳啊，其实不是一个医学上的叫法，这个名字最早是一个加拿大自然疗法的医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之后陆续被行业接受。肾上腺疲劳简单说就是肾上腺躺平了，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它是个缓慢发生的过程，其实也是现代人一步步被生活、工作、压力绑架的过程。早期的时候，你可能要面对短期的压力，比如工作、面试或者有重要的考试，这时候身体完全有能力制造足够的所需荷尔蒙，体内的肾上腺素、皮质醇和胰岛素水平可能都会稍微升高，不过这些是有利于健康的，能帮助你应对这些压力。但如果压力持续累积，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因为长期需要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所有的资源都会转移来制造这些激素，而其他的激素像 DHEA 和睾酮的水平就会下降。这个阶段的人在白天的时候可以保持专注和快速反应，但一旦一个大任务完成，通常就会崩溃，在剩下的时间几乎没有办法工作。这个时候通常是累，但不能休息，一般会靠咖啡或者能量饮料续命。那这个阶段如果持续数月，就会进入抗阻期，皮质醇呢还在不停的大量生产，其他的激素像 DHEA 啊、睾酮啊，甚至孕酮这些都会大幅下降。结果是月经周期改变，性欲也会很差，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情绪低落，还有一些体感是经常觉得得了感冒。如果这个阶段得不到调理和改善，就会进入精疲力尽的阶段，因为皮质醇也没有办法正常生产了。简单说就是肾上腺耗尽了全部资源，无法应付新的需求，开始崩溃，彻底躺平，人也进入抑郁、焦虑、易怒、突然变化、态度冷淡、失眠，轻的会患上慢病，比如慢性疲劳综合征、
抑郁、肠易激综合征、厌食等等；重的呢，几乎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治疗，加上永远改变生活方式，才能逐步恢复。比较有挑战的是，目前肾上腺疲劳还没有统一和简单的诊断标准，所以你需要多留意身体的表现，比如身上不痛不累，但整个人就是不想动，缺乏主动性，也缺乏耐心，身体容易过敏，脾气也变得敏感，脑子发懵，注意力不集中，不管怎么休息和睡觉都觉得疲惫等等。基本上你要告诉你自己，你的压力有点大，要注意了。但现代人的悖论是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一般都逃不掉，所以适当的营养素补充就非常重要了。缓解肾上腺疲劳一般要从3类营养素入手。第一类是基础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是维生素 B 族，因为甲状腺在生产皮质醇等激素的过程当中会消耗比较多的维生素 B 族，而压力大的打工人一般会用快餐、外卖这类精加工食品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食物里的维生素 B 族通常是不足的，更需要额外的补充。第二类呢是适应原，其实就是帮助身体应对压力的食物或者补充剂。你可以理解成身体可以请到的外援，一旦自身难以应对，这些适应原可以帮助你把皮质醇水平调节到合理的范围，避免它过高或者过低。那适应原的种类很多，课代表重点推荐3个缓解肾上腺疲劳的。首先推荐的是南非醉茄，它是一种印度草药，可以为甲状腺提供很好的支持，帮助你增加专注力、平复情绪，因此也有帮助睡眠的作用。但如果你有甲亢，要谨慎选择。其次呢是红景天，红景天是来自亚洲高寒地带的一种植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急性应激的情况下，它有比其他适应原更强的抗焦虑作用。红景天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人参、虫草等一起发挥作用。再有就是人参。人参本身就是非常好的适应原了，应用和选择也非常广泛。不过，如果你希望改善甲状腺疲劳，建议选择西伯利亚人参，它在补充剂里一般叫做次5加，它在帮助调节皮质醇水平这件事上做的比其他的人参会更好一点。我们最后再说第3类营养素，就是氨基酸，它们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来降低压力，尤其适合有大脑宕机表现的人，能帮助你缓解脑子不想转、自驱力不足的情况。这里课代表推荐2种氨基酸，一个是酪氨酸，它是 GABA、多巴胺等多种神经递质的前体，一旦它的含量不足，就会影响神经传导，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无精打采等问题。所以补充酪氨酸对保持大脑的清醒和敏锐非常重要。第2种呢是茶氨酸，它能提高多巴胺和血清素的水平，帮你减轻焦虑和紧张带来的压力，从而保持清晰的思维。亚洲人爱喝的茶里一般会含比较丰富的茶氨酸，所以多喝茶，尤其是抹茶，也是可以减少甲状腺疲劳的好选择。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那想提醒您的是，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